各位同修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在你们的印象里，阿含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很多人可能会说，法师，我知道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经典，是小乘佛法，里面讲的都是些枯燥的戒律、干瘪的理论，什么四圣谛、八正道、12因缘，那是给刚入门的人看，或者那是南传佛教修的。我们是大乘根基，我们是修净土的，我们念的是阿弥陀佛，求的是极乐世界。看阿含经里那些声闻弟子的故事，对我往生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这不仅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更是让你错过了佛教史上最鲜活、最震撼、最能让你逆天改命的修行剧本。你以为阿含经里只有冰冷的教理吗？错，在阿含经中，我们不仅能听到佛陀的教诲，更能看到那些跟随佛陀修行的弟子们，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慈悲，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眼泪。这些灵魂如同星辰，闪耀在2500多年前法的夜空中，也照亮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凡夫的修行之路。你是不是在心里犯嘀咕？法师，你是不是在歪曲佛法？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拉回小乘去？别急，佛陀在临终前曾留下过一句极其重要的遗训，叫做法赖僧传。意思是佛法的传承不是靠神通来维持的，不是靠神迹来吸引眼球的，而是靠那些依法修行、有血有肉的僧来传承的。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阿含经中4位最具代表性的弟子：舍利弗、阿难、产陀、弥勒。听懂了今天这期内容，你不仅会彻底打通大乘与小乘的任督二脉，更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净土中的信愿念佛正是建立在这些前辈们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之上的。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首先出场的是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舍利弗。舍利弗本来不是佛教徒，他是外道的大师，跟着一个叫三婆涅的人学习。他聪明绝顶，辩才无碍，在当地威望极高。直到有一天，他在王舍城的街头偶然遇见了佛陀的弟子阿说示马胜比丘。当时的阿说示正拖着钵静静地走在街上，他没有施展任何神通，没有放光动地，但他走路的威仪，他眼神中的宁静，他举手投足间的庄严，瞬间击中了舍利弗。舍利弗惊呆了，他上前请教：您的老师是谁？他教授什么法？阿说示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首极其简短的言旨：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条件聚合而产生的，条件散去了，事物也就消亡了。我的老师佛陀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就这简单的4句话，20个字，舍利弗听完如遭雷击，当下便证得了出果须陀跛果。他立刻跑回去找到他的好朋友目犍连，两人带着250位弟子浩浩荡荡地皈依了佛陀。舍利弗的智慧体现在他对法的深刻理解。很多弟子听了佛陀深奥的开示，一头雾水，但只要舍利弗一解释，大家立刻茅塞顿开。佛陀赞叹他：舍利弗在生中如母育子，他像母亲一样慈悲地养育着年轻的修行者，帮助他们在法上成长。
但是各位同修，舍利弗最感人的根本不是他那碾压众人的智慧，而是他的谦卑。有一次僧团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刚出家不久的年轻比丘因为一点误会，当众指责舍利弗冲撞了他，态度非常恶劣。换作是我们一个德高望重、智慧第一的长老，被一个毛头小子当众指责，会有什么反应？就算不发火，至少也要辩解几句吧。但舍利弗没有，他没有辩解，没有生气，甚至没有一丝不悦。他默默地走到那个年轻比丘面前，在大众之中恭恭敬敬地顶礼谢罪，承认自己的疏忽。佛陀知道后，对大众说了一段极其震撼的话。佛陀说，舍利弗的心就像大地一样，你把清净的香水洒在地上，大地接受；你把肮脏的粪尿、脓血吐在地上，大地也接受。大地从不嫌弃，从不愤怒，这样的心才是真正的智慧。各位同修，什么叫无我？什么叫空性？舍利弗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当你把那个高高在上的自我彻底放下，你的心就能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委屈和侮辱。在净土宗里，我们把这种心态称为机身性，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当你有了这种大地之心，你念佛的时候才不会心浮气躁，才会句句踏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智慧如海、谦卑如地的大阿罗汉，却在佛陀入灭前先一步离开了人世。当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他没有留在精舍，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老母亲的身边安详地入了涅槃。他的离世让整个僧团陷入了深深的悲痛。阿难尊者甚至哭得泣不成声。他对佛陀说，世尊，舍利弗尊者入灭了，我感到四方都黑暗了，佛法都不明了了，我连修行的方向都找不到了。佛陀看着悲痛的阿难，温和而坚定地安慰他，阿难，舍利弗虽然离开了，但他所证的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些法还在，我们应当依法依人法，才是永恒的依靠。这句话像不像一记警钟，敲在今天我们的头上？我们很多修行人天天追着某位大师跑，大师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大师一旦圆寂或者出世，我们的天就塌了，信仰就崩塌了。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不要依赖任何个人，哪怕是舍利弗，你要依赖的是那个不生不灭的法。对于我们净土行人来说，这个法就是那句万德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大师会圆寂，上人会离开，但阿弥陀佛的愿力尽虚空遍法界，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们要讲讲佛陀的堂弟，也是佛陀25年的贴身侍者阿难。阿难被称为多闻第一，他的记忆力极其惊人，凡是佛陀说过的法，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记住。后来佛陀入灭后，僧团举行第一次经典结集，阿难诵出了所有的经藏。可以说，如果没有阿难，就没有我们今天能读到的阿含经，没有如是我闻。但是各位同修，阿难的修行道路却走得异常艰难，甚至充满了耻辱和眼泪。由于他长期在佛陀身边，听法太容易了。今天听佛陀讲个故事，明天听佛陀解个疑惑。他觉得反正我天天跟着佛法我懂得最多，解脱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并没有像其他弟子那样去深山里苦修，去拼命禅修。结果就是佛陀在世时，其他师兄弟都证了阿罗汉果，而阿难
还只是一个出果的须陀洹，烦恼根本没断。佛陀入灭后，僧团要举行第一次结集大会，大迦叶尊者定下规矩，只有漏尽的阿罗汉才有资格进入结集的石窟。阿难走到洞口，被大迦叶无情地挡在了门外。大迦叶对他说：阿难，你烦恼未断，你没有资格参加，等你证了阿罗汉果再来敲门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阿难此刻的心情，他是佛陀的堂弟，是25年的侍者，是全僧团公认的多闻第一，现在全天下的高僧大德都在里面结集佛法，而他这个佛法的活字典却被像赶苍蝇一样赶了出来，这是何等的刺激，何等的耻辱。但这巨大的耻辱终于打醒了阿难，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听闻再多，如果不实修，也无法解脱之事，代替不了正量；多闻抵挡不了生死。于是阿难发起了猛烈的精进心，他跑到深山老林里，整夜地禅修，不眠不休。就在结集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实在撑不住了，头刚靠在枕头上的那一刹那，就在这个头未至枕的悬空瞬间，他突然放下了所有的执着，豁然开朗，证得了阿罗汉果。第二天，当他以阿罗汉的身份展现神通，从药石孔中飞入结集大会的石窟时，所有的长老都为他欢喜赞叹阿难的故事。还有一个极其著名的插曲，也是《楞严经》的缘起，就是他被摩登伽女诱惑的事件。摩登伽女爱上了英俊的阿难，他的母亲用外道的说毗迦罗仙梵天咒迷惑了阿难。阿难虽然多闻，但定力不够，在咒术的迷惑下失去了神智，差点就破了戒体，毁了一生的修行。佛陀知道后，立刻派文殊菩萨带着楞严咒去救阿难。破了那邪咒，阿难清醒后回到佛陀身边，深感恐惧和羞愧。他跪在佛陀面前，痛哭流涕地说：世尊，我虽然多闻，但定力不够，险些毁了自己，求佛陀开示，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定力。佛陀借此机会为他讲述了《楞严经》，强调了定慧双修的重要性。各位同修，阿难代表着谁？阿难代表着今天绝大多数善根深厚、听闻广博，但实修极差的现代修行人。我们手机里收藏了几百个 G 的讲经视频，我们关注了几十个法师的账号，我们谈起佛法来头头是道，什么缘起性空，什么唯心净土，我们比谁都懂。但是当老板骂你的时候，当伴侣背叛你的时候，当疾病降临的时候，你收藏的那些佛法能帮你抵挡烦恼的侵袭吗？能帮你了脱生死吗？阿难用他的血泪教训告诉我们，修行不能只依赖外在的条件，哪怕你有最好的老师佛陀，哪怕你听了最多的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实修才能证得解脱。但讲到这里，很多同修可能会感到绝望。法师，阿难是佛陀的亲堂弟，他被逼到绝境，拼了老命才证了阿罗汉。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我每天要上班，要带娃，要还房贷，我哪里有时间有定力去修成阿罗汉？如果我像阿难一样遇到摩登伽女的诱惑，我肯定早就破戒堕落了，我是不是没救了？别怕，这正是我们净土中最慈悲最伟大的地方。历代祖师大德
早就看透了阿难是自力修行的艰难，给我们指明了一条仰仗佛力的易行道。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中有一段极其著名的水火二合白道喻，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我们凡夫就像走在一个只有1尺宽的白道上，左边是深见底的水河，代表贪爱；右边是烈火熊熊的火河，代表嗔恨。我们走在上面，随时会被水火吞噬，就像阿难差点被摩登伽女的咒术吞噬一样，靠我们自己的定力自力根本走不过去。但是对岸有阿弥陀佛在呼唤我们：汝一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背后有释迦牟尼佛在催促我们：仁者但决定寻此道行，必无死难。只要我们信愿念佛，踏上这条白道，阿弥陀佛的愿力就会像金钟罩一样保护我们，水火不能侵，魔障不能扰。大家听明白了吗？阿难的艰难凸显了净土的易行。我们不需要像阿难那样被逼到结集大会的门外才去拼命，我们只要现在当下老老实实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已经坐上了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佛的慈悲接纳你多闻却无定的现状，只要你愿意回头，愿意念佛，佛力绝对能托底。但是各位同修，在修行的道路上，比多闻无定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我慢。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人物是阿含经中最具戏剧性也最难调伏的弟子产陀右翼车逆。产陀是谁？他曾是悉达多太子佛陀出家前的御者马车夫，当年就是他驾着马车陪着太子在深夜离开王宫，越过河流，走向出家之路。按理说他是佛陀的老战友、老资格，在僧团里应该备受尊重，但他却是僧团中最让人头疼、最难调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有极强的我慢心，他总觉得自己比别的弟子高一等。你们算什么？我可是陪佛陀出家的元老。佛陀出家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不听别人的劝告，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别的比丘好心指出他的错误，他不仅不改，还反唇相讥，甚至对佛陀的教诲他也阳奉阴违，表面上点头，心里根本不服。僧团中的比丘们对他都很头疼，却又无可奈何，毕竟他是佛陀的老臣。佛陀在世时还能用威德压制他，但佛陀入灭前知道产陀的毛病如果不改，迟早要堕落。于是佛陀对阿难留下了一句极其严厉的遗命：我入灭后对产陀应行梵坛法。什么是梵坛法？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莫康，大家都不理他，不和他说话，不和他来往，当他是个透明人，让他自己去反省。佛陀入灭后，阿难遵照遗命，当众宣布了这项处罚。产陀从现在起，僧团里没有任何人会和你说话，你自己好好想想。产陀一开始非常愤怒，觉得大家联合起来欺负他这个元老，但渐渐的，当所有人都远离他，当他走在精舍里，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一句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刺骨的孤独和恐惧，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我慢，那个高高在上的自我，已经把他和法、和僧团、和所有人彻底隔离开了。他成了一座孤岛，他崩溃了，痛哭流涕地跑到阿难面前，跪在地上忏悔，
请求阿难教导他。阿难看着他，平静地说：佛陀教导我们要观察一切法无我，要观察五蕴空无自性。产陀一听，心生巨大的恐惧，他颤抖着说：如果一切法无我，五蕴皆空，那我算什么？我辛辛苦苦修了半天，最后连个我都没了，我岂不是断灭了？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阿难慈悲地安慰他：产陀，你不要害怕，无我不是断灭，而是解脱。你执着的那个我本来就是虚妄，是它让你痛苦，让你孤立无援。放下它，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产陀听了，如大梦初醒，他放声大哭。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喜悦。他终于明白自己执着了一辈子的老资格，那个骄傲的我，原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放下它，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不是断灭，而是解脱。从那一刻起，产陀放下了所有的傲慢，精进修行，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各位同修产陀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是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难调伏的人，即使是我慢心最重的人，只要因缘到了，只要善知识的指引到了，他也可以转身，也可以觉悟。同时这也是在警醒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在净土宗里，我们最怕的不是业障重，而是我慢。有些人念了几年佛，读了几年经，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清高，看不起不识字的老太太，看不起修其他法门的人，觉得只有自己修的才是正法。这种产陀式的我慢，是往生极乐世界最大的障碍。印光大师曾严厉的开示，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当你真正在佛前低下头，承认自己的不堪，承认自己的业障，你的我慢才会被粉碎。当我被粉碎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才能毫无遮挡地照进你的心里。讲完了声闻弟子，我们最后来看看阿含经中一个极其特别的存在弥勒。在阿含经中，弥勒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信号，他是佛陀的弟子，但他修的不是追求个人解脱的阿罗汉道，而是菩萨道。佛陀亲自为他受记，他将在未来成佛，名为弥勒佛。这在原始佛教背景下是极其震撼，因为阿含经主要讲的是声闻乘的修行，目标是证阿罗汉果，入无余涅槃，不再受生，彻底脱离轮回。但弥勒却发愿，他不急于入涅槃，他要在轮回中生生世世地修行，直到成就无上佛果，度化一切众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即使在早期的阿含经中，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就已经萌芽了。弥勒菩萨的修行方式与声闻弟子截然不同。声闻弟子注重自我的解脱，急于出离三界，视三界如火宅。弥勒却注重众生的解脱，他愿意留在三界中度众生，视众生如父母。佛陀赞叹弥勒的慈悲心，但也提醒他，菩萨道是漫长而艰难的，需要三大阿僧文劫的忍耐和精进，需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弥勒的存在是连接大小乘的桥梁。他告诉我们，佛陀的教法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死板的模式。有人根基适合声闻道，追求个人的快速解脱；有人根基适合菩萨道，发愿度化一切众生。这两条道没有高下之分，
只有根基不同。但各位同修，对于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凡夫来说，我们既没有声闻弟子断烦恼定力，也没有弥勒菩萨在三界中度众生而不迷失的功夫，我们该怎么办？这就引出了我们净土中最不可思议的圆融之法。近代净土宗大德黄念祖老居士曾开示，净土法门是以凡夫身行菩萨道的捷径。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为了去那里当治疗汉，不是为了去享清福。往生极乐不是享福的终点，而是成佛的起点。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为了让我们在那里借助佛的愿力，快速证得无生法忍，快速成佛。成佛之后呢？成佛之后，我们要像弥勒菩萨一样道驾慈航，回到这个充满苦难的娑婆世界，来救度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亲人和冤亲债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在凡夫地直接契入了弥勒菩萨的菩萨道。我们不需要像弥勒菩萨那样在轮回中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生死流转，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度经升级，拿到神通和智慧，再回来度众生。这才是净土法门最顶级的格局。那么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通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阿含经的智慧落实到每天的念佛生活中呢？我给大家3条具体可执行的日常对治方法。第一条，学舍利弗的大地之心，在家庭中修忍辱念佛。我们在生活中最容易被家人激怒，伴侣的一句抱怨，孩子的一次调皮，父母的几句唠叨，都能让我们火冒三丈。下次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立刻在心里观想舍利弗的大地之心，告诉自己，大地能承载分量，我为什么不能承载家人的几句气话？然后把那句到了嘴边的恶言恶语咽下去，在心里默默念10句南无阿弥陀佛，把每一次委屈都转化为念佛的动力。这就是在红尘中修无我，这就是最真实的修行。第二条，学阿难的痛定思痛，落实每日定课，绝不找借口。不要再拿我很忙，我听了法师讲经就等于修行了，来骗自己。阿难多闻第一，不正果照样被赶出阶级大会。从今天起，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哪怕是每天早晨起床后的晨朝十念法，哪怕是每天睡前念100声佛号，管多累，不管多晚，必须完成。用事向上的定课，来对治我们内心的散乱和懈怠。不要等生死关头才后悔平时没有实修。第3条，学产陀的破除我慢，每天在佛前真诚忏悔。每天晚上睡觉前，在佛像前或者在心里做一次真诚的忏悔。不要流于形式，要发自内心的承认，我今天又起贪嗔痴了，我又嫉妒别人了，我又傲慢了。我确实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靠我自己根本出不了轮回。当你每天这样剖析自己，你的我慢就会一点点被瓦解。当你真正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阿弥陀佛的行才能完全加持到你身上。这就是善导大师说的机法2种生性。各位同修，文章的最后，我想做一点认知的升华。很多人以为佛教的修行就是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木头人，以为证了阿罗汉就是灰身灭智，什么都没有了。但阿含经里这些鲜活的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不是让你失去人性，而是让你找回最纯粹的佛性。
舍利弗的智慧与谦卑，让我们知道如何理解法阿难的多闻与挣扎，让我们知道如何落实法产陀的转变与痛苦，让我们知道如何放下我执弥勒的慈悲与宏愿，让我们知道如何发菩提心。这些弟子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都在法上有不同的体现。他们不是泥塑木雕的完美圣人，他们也有弱点，也有挣扎，也有艰难，也有眼泪。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加真实，更加感人，更加能给我们这些凡夫以启发。他们告诉我们，正果不是只有天才才能做到的，往生不是只有高深大德才能企及的。只要你真诚的修行，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依法而行，死心塌地的念这句佛号，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从凡夫走向圣者，从迷茫走向觉悟，成为法的传承者，成为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一员。风吹过竹林，树叶沙沙作响。2500多年前，那些闪耀在法业空中的星辰，依然在注视着我们。有缘人，你明白了吗？感恩一切，愿您法喜充满，修行无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